从天空中摔落下来的战机是印度军工部门引以为傲的国产战机光辉战斗机。3月，印度城市杰伊瑟尔梅尔烈日高悬，几架战斗机正在天空中迅捷的飞行，飞行员时不时还做出几个高难度的动作来向观众展示他们的飞行技术。正当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天空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突然发生了。原本灵活的战斗机突然冒出了黑烟，紧接着一架战机便硬生生地砸在了地上，爆炸产生的巨大声音吓坏了在场的不少观众。这是今年发生在印度空军阅兵仪式上的一幕。从天空中摔落下来的战机是印度军工部门引以为傲的国产战机光辉战斗机。作为一款由印度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它曾经以8500万美元的标价让世界各国的采购商们望而却步。为了将这种飞机卖出去，印度总理莫迪甚至不惜亲自为它打广告。但这一次光辉战机的惊天一坠，毫无疑问让印度政府之前的所有宣传都打了水漂。印度武器万国造，熟悉印度的人提起印军的装备来源，往往会率先想到这么一句话。到了今天，印度军队已经拥有了法国生产的战斗机、英国生产的航空母舰、日本生产的鱼雷和炸药、以色列生产的雷达侦察设备、俄罗斯生产的坦克和美国生产的各类枪械弹药。这样的武器装备配置模式带来的后果，自然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了印度军队的战斗力和协同作战能力上，以至于印度军队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眼里的笑话。因为本国军队内部的武器装备参数完全无法统一，所以一旦印度军队的武器装备出现任何使用上的问题，就必须送回原厂进行维修。而这里面所产生的费用肯定是不便宜的。当初印度军队曾想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得各国的尖端军事技术，没想到他们最后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钱基本上花光了，但事儿还没有办成。无奈之下，印度想起了启动自研武器的工作，但自研又谈何容易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印度国内就出现了要推进军工装备自研工作的声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印度总理莫迪反复夸耀的光辉战机就被印度官方列为了重点研发项目。为了完成设计任务，印度军方甚至还花大价钱从国外聘请了技术人员。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这款被称作光辉的战机是一款单座单发全天候超音速第3代战机，其在技术指标上与美国的 F-16战机和苏联的米格25战机同属一代。但美国和苏联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研发出了第3代超音速战机。在印度开始研发第3代战机的时候，美苏两国也基本上实现了对第3代战机的列装工作。即便是日本、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也差不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彻底完成了对第3代战机的研发和装备工作。所以印度的光辉战机从刚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然而，这对于印度的光辉战机来说，这还远远不是最致命的地方。由于印度军工系统内部贪腐现象相当普遍，各级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贪污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印度的军工研发部门花了几倍于同行的成本和代价，却依然拿不出一款第3代战机的成品。直到2010年，印度军工研发部门才正式宣布关于光辉战机的研制工作顺利完成。这个时候，距离其他国家列装第3代战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也就是说，印度的光辉战机一生产出来就是一个相对过时的产品。这个时候，很多国家都开始着手研制自家的第5代战机了，但印度人还在为他们自主研发的第3代战机而沾沾自喜。2013年12月，由印度自主生产研发的光辉战机终于正式服役了。无数的印度民众对这则消息感到欢欣鼓舞，但这对于印度的飞行员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噩梦的开端。虽然印度人声称光辉战机是100%由印度军工部门自主设计和研发的杰作，但只要拆开这架战机，仔细查看就会发现，其内部的零部件也同样遵循了印度军工部门从前的万国采购原则。这款战斗机的发动机是从美国进口的，它的侦察雷达系统是从以色列进口的，而它的座椅和挡风玻璃则是由英国生产的，机炮是由法国制造的，最后这架飞机的装备的导弹却是由俄罗斯生产的。如果从整体的装备体系上来看的话，光辉战机的内部有超过 60% 的零件都是由其他国家生产和制造的，所谓的印度国产战机着实有些名不副实了。可笑的是，身为印度总理的莫迪曾经还替光辉战机打过广告。为了展示这款战机的优越性能，莫迪曾经亲自乘坐着这款飞机在空中停留了数十分钟的时间。当莫迪从飞机上走下来以后，他用轻松的语气向在场的人表示自己的体验非常好，这款光辉战机绝对可以被称得上是整个印度的骄傲。
可莫迪前脚刚刚称赞完光辉战机优越性能，后脚就有印度飞行员驾驶着这款战斗机发生了坠机事故，而且印度光辉战机的这一惊天一坠，瞬间就受到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关注。根据报道显示，3月12号当天，一架印度生产的光辉战机在接受检阅时突然发生坠毁，坠机现场瞬间冒起了滚滚浓烟，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所幸这场坠机事故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飞行员在坠机事件发生的一瞬间，熟练地打开了座椅上的弹射装置，将自己送出了机舱，并缓缓降落在了不远处的空旷地带。有媒体发现，当天印度总理莫迪还在现场观摩了整个过程，所以这次坠机事故相当于把莫迪本人的脸都给打肿了。印度军方立刻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开始收集这次坠机事故的各项数据和证据。此前，印度政府早在国际市场上公开推销过光辉战机了，他们给出的报价更是令人望而却步。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一架光辉战机的零售额就达到了惊人的8500万美元。要知道，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第5代战机 F-22在对外销售时的定价也仅仅只有8000万美元。有分析人士认为，或许是因为印度的光辉战机生产时间过长，导致其中产生的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都居高不下。无奈之下，印度政府只能通过抬高定价的方式来收回一部分成本。但每个国家的武器装备采购都会选择货比三家，因此在经过一番对比之后，几乎没有人会购买印度生产的光辉战机。这次的坠机事故更是让印度光辉战机的销售状况雪上加霜。虽然这已经不是印度空军第一次发生坠机事故了，但这却是印度国产的光辉战机完成自首飞的23年以来首次发生这样的事故。所以有媒体也用戏谑的口吻表示，这次的坠机事件彻底打破了印度光辉战机的不坏精神。坠机事故在印度军队中事实上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了，印度军队坠落的地点也经常令人感到瞠目结舌。有的印度军机会坠落在海里，有的印度军机会坠落在训练场上，甚至还有印度军机在坠毁时会引燃附近的民房。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战机，只要被印度的飞行员开上了，几乎都会发生坠机事故。2019年就有印度飞行员在驾驶俄制苏30战机时突然发生了事故，这架战机最终坠毁在了印度洋里，成为了当时全印度的热点新闻。事实上，自印度空军诞生以来，摔毁的战机已经累计超过了2000架，这个数字放在其他国家的飞行员队伍中，绝对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除了印度人喜欢改造飞机的毛病之外，印度飞行员糟糕的技术和理论知识，恐怕也是导致坠机事故频发的关键原因之一。印度的军工产业之所以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纯粹是一部分印度人咎由自取的结果。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代表着印度人心中成为军事强国的理想，但每次坠机产生的爆炸声都会将印度人拉回到现实当中。也许在未来的道路上，印度的军工部门和高级官员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去克服，他们面前的道路也注定充满了坎坷不平的各种阻碍。图们江一条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注定会演化出一系列错综复杂、地域争端的界河。尤其是图们江入海口，自二战时期就成为各国重点关照的对象。日本人为封锁苏联军队，一度将图们江入海口堵塞封住，使其成为一条内江。而到了现代社会，图们江入海口更是成为日本人的一大软肋。甚至有人说，掌握了图们江入海口，就能把日本人的野心死死摁住。那么，图们江入海口如何成为中国拿捏日本人的把柄？图们江发源于中国长白山东南山路，总长度525公里，流经中朝俄三国，并最终注入日本海。图们江出海口位于中国吉林珲春以南70公里外的晋信镇房川村，被中朝俄三国包围。图们江绝大部分流段属于中朝界河，只有最后15公里下游流域超出中国管辖范围，属于朝俄界河。但在历史上，图们江整段流域包括出海口一直属于中国领土。15世纪之前，图们江流域是女真族的民族聚居地。明朝时期，女真降服于中原朝廷之后，图们江一带自然也被划归大明朝所有。图们江沿岸有明政府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只可惜这种状况仅维持到清朝时期。19世纪中叶，当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被西欧列强盯上时，也引来了沙俄这一北方侵略者。1858年、1860年，清廷被逼与沙俄先后签下《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共计100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被划入沙俄版图。图们江领域和经此通往日本海的出海权尽皆丧失。
1886年，不甘心的清政府派出大臣吴大辉与沙俄就中俄边界划定展开谈判。在吴大辉的据理力争下，沙俄最终做出些许让步，同意中国继续享有图们江出海权。由此，中国边民利用这一出海权，或出海捕鱼，或海运通商，打通了珲春与海参崴、大连、上海、釜山等远东各大城市之间的联系。短短几十年，珲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商埠，在吉林省城市规模仅次于吉林市。只不过，日本人打响侵华战争后，中国对图们江入海口的控制权很快再度沦丧。1937年，日本统治集团在对外侵略扩张战略上出现北进苏联和南下太平洋的分歧。次年夏天，日寇眼看德军在欧洲战场攻势如潮，苏联疲于应对，再加上斯大林掀起内部大清洗运动，苏联一些军政长官逃窜至珲春，将远东防务进阶外泄。日本人果断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将北进苏联战略付诸实施。1938年7月底，两军在图们江下游珲春地区张鼓峰发生正面冲突。自视甚高的日寇激战数日惨败而归，日本政府赶紧表示愿意求和，两国于12月签署停战协议。日本人轰轰烈烈的北进苏联计划因一场小小的张鼓峰战役宣布流产。自此，日寇明确了南进太平洋，将中美彻底拖入二战战场的战略方向。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张鼓峰战役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日寇为防备苏联大军南下作战，竟直接堵塞了图们江出海通道。据当地县志记载，张鼓峰战役后，日本当局随即命令图们江入海口140多户农民全部迁走，将该区域列为禁区，同时再加上树立木桩，封锁住江面航道。日本人这一手直接打断了中国海外通航的活动。且由于出海口堵塞，导致图们江流域江水泛滥，珲春各地区陆上交通要道一度被隔绝，吉林一夜之间失去最大的出海口，各国在东北亚的区域合作也受到极大阻碍。二战结束后，恢复中国图们江出海口建设成了中国人民的一大心愿。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原因导致中国未能及时提出恢复行使图们江通海航行权。直到1964年，中国才首度向苏联、朝鲜方面提出疏通河道、重建港口的建议。此事很快得到朝鲜方面的响应，苏联政府也表示理解。奈何由于后续中苏关系的恶化，图们江出海权问题再度被搁置。直到1987年5月，中国国家海洋局才重提此事。经国务院批准授权，中苏就图们江入海口问题展开谈判。苏联政府表示不反对中国船只在图们江江口地区航行。次年11月，朝鲜方面也给出态度，表示同意中国在图们江水域朝苏段的通航。1989年10月，三国举行联合会谈，苏朝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图们江通航权。1990年5月28号，中国派出外交部、海洋局、吉林省等相关单位和专家共计64人，乘坐9艘小船进入图们江入海河段考察。这是自侵华战争日本封堵图们江后，中国人时隔52年再度经图们江进入日本海。次年年底，苏联宣告解体，但俄罗斯政府明确表态，尊重中苏签署的所有有效协议，并且不会推翻苏联在中苏边界问题、图们江入海口问题上的立场。自此，中国图们江入海口权利的恢复不存在任何法理上的障碍。不过，因为当年日本军队为阻挠苏军南下，对图们江入海口展开了恶劣破坏行径，造成目前图们江地势极为复杂且水流湍急，想要重新疏通出一条河道难度巨大，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打通图们江入海通道，恢复珲春国际深水港建设，于中国而言极具政治、经济、军事意义。经济上，通过图们江进入日本海，可让中国打开东北与俄罗斯、朝韩之间的便捷通道，大大降低彼此间的运输成本，方便中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图们江入海口的疏通，对重振中国东北工业基地、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实质性推进作用。事实上，俄、日、韩等国均承认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这意味着只要图们江入海口打通，中国海军部队就能开辟出一条从图们江流域直捣日本海的绝佳战略通道。最关键的是，打通图们江入海通道也是揭露清算日本二战期间侵华罪行的一项重要内容。打通入海口后，中国可借此机会揭露日寇当初破坏入海口的罪行，并督促其承担破坏图们江生态的罪责。同时，还应通过外交渠道逼迫日本政府交出当年破坏入海口的技术资料，并协助中国打通图们江，正如要求日本协助清除日军在华遗留化学武器一样。因此，一旦图们江入海口重建计划被提上日程，对中国将会产生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意义。但对于日本而言，恰恰会与中国反过来。
当初日本人果断毁掉通海口的原因，就是因为惧怕苏联大军，而现如今的中国军队较之当年的苏联海军不知强盛了多少倍。倘若让中国拿回出海权，日本试图在远东筹划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会因为中国力量的近距离介入变得彻底无所遁形。所以这些年来，日本人一直反对图们江入海口的重建，只不过出海口重建与否根本轮不上日本人说话。中国在图们江乃至在日本海享有的权利，绝不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国所能撼动。站在历史角度，图们江本是中国内江，中国原是日本海沿岸国家，只不过因为沙俄入侵，迫使清廷割地让权，中国才失去图们江流域控制权。不过历史条约又给予了中国在图们江的通航权，现如今的朝俄两国也不反对中国在此航段通航，所以不管日本国内法律如何规定，与朝俄边界划分是否存在冲突，都无法干扰中国对图们江和日本海的行使权。而从国际法的角度，中国也拥有沿图们江通海航行进入日本海的权利，这部分权利不取决于图们江流经国家，与日本海沿岸国家同意与否也毫无关系。原因很简单，日本海是公海，而不是日本人的私海。中国和所有国家一样，享有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区域的权利。从国际法理上来看，中国经图们江进入日本海也没有丝毫障碍。对此，日本人除了厉声叫嚣，试图阻止中国打通入海口之外，根本毫无办法。近年来，中国明显加快了与朝俄协商，合作恢复图们江入海口的相关事宜。就在前不久，中俄政府还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将与朝鲜方面就图们江出海航行事宜展开建设性对话。相信要不了多久，图们江航海通道就会再度开启。但就目前局势而言，随着中国全球范围内“一带一路”建设的高速推动，中俄朝协同打通图们江出海口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图们江恢复通航的那天，也是日本人野心被踩死、彻底被拿捏住的日子。